我们今天的主题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指尖血跟动态的血糖仪哪个比较准，你比较可以相信哪一个。首先呢，我们从健康领域给我们普通人带来的价值，给我们提供了3个非常伟大的发明。第一个是量体温的体温计现在大家把体温计当成一个不值钱的东西，随便丢在一个抽屉的角落里面，觉得它什么都不是你仔细想一想看过去没有体温计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我有点不舒服，你就躺着睡觉吧。我这里不对，那你不知道怎么回事现在你只需要把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东西放在你的腋下，或者是放在你的嘴里，2-3分钟以后，你就会说我体温不对了，我应该去找医生了，我应该去处理了。体温计是非常伟大的发明千家万户，跟每个人密切相关的。第二个很伟大的发明是家用血压计。以前我年纪小的时候，我父母都有高血压的，他们那个时候要量血压的话，就要到医院去，医生帮他们量。后来为了在家里面可以帮他们量血压，我们就买了那个医生用的那种量血压长方形的盒子，里面有一个绑在手肘上的东西，然后呢上面有个球压气，然后你用一个听筒去听。现在的年轻人可能都没见过了，那个是以前我们大家用的那种血压计。后来家用血压计发明了，变得比较便携式的了，你可以自己带上，你按一个按钮，你也不用去听声音了，它里面呢自己就会告诉你的血压是多少。这太伟大的发明了。你知道光是一个血压还有你的心率就可以告诉你很多你的身体在干嘛，它是一个人类重要的发明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人类的发明是家用血糖仪了，自己在家里面可以测血糖的，测指尖血这个东西了。我说实在话我认为这3样东西家家户户都该有，我们都应该学习它可以给我们提供的价值是什么。你们不要以为只有糖尿病的人需要测血糖，你要晓得一个人从健康人变成糖尿病，这个过程可以是15年，可以是20年的。在这15年、20年的过程当中，如果你有机会经常看你的血糖的话，你看到你的血糖的变化，你知道你的身体在变，你可以很早很早就有预警了，你不用等到有一天身体出现重大变化了以后，医生告诉你说你已经是糖尿病了。然后最近这几年我觉得是一个革命性的发明就是动态血糖仪了。我们很多的粉丝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家纠缠不已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哪个比较准。你会发现绝大多数的人会告诉你说指尖血准，动态血糖仪的血糖不准。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指尖血测血糖，你测到的是哪里的血？是你微血管里面的血，你直接测到血液里面的血糖，最直接的，大概5秒到10秒你就会看到结果的。你看到的就是当时血液里面的血糖是多少，当时立刻的。动态血糖仪测的是什么？它不是直接测到你血管里面的血它有一根像毛一样粗的一根针，轻轻的刺到你的皮肤底下去。它测到的是你细胞跟细胞之间的体液，测到的是你体液里面的血糖。我们吃下去碳水化合物转化成葡萄糖送到我们血管里面去了以后，它就在我们的血液里面了。所以显然测指尖血的话，你可以在最短的时间里面看到你当时的血糖是多少。可是我们的体液呢，是需要血液里面的血糖慢慢渗透到我们的体液里面去了以后，我们体液里面的葡萄糖才渐渐的跟我们血液里面的葡萄糖平衡所以当我们在测体液里面的葡萄糖，它时间比较滞后因为它需要时间平衡所以往往动态血糖仪给我们的提供的数据大概会有5分钟到15分钟的滞后这个5分钟到15分钟的滞后就是很多人认为动态血糖仪不准的主要原因因为它同时用指尖血去核对它的动态血糖仪，它永远对不上，这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它本质上的区别。举个例子来说，如果你出现低血糖现象了，低血糖现象的本质是你的血糖从很高的地方很短的时间里面掉下来的。这个时候如果你要等动态血糖仪告诉你你低血糖可能已经过了蛮久了，你已经过了这个村子了，你才知道后面原来有个村，因为它反应速度慢。所以如果你出现低血糖现象了，显然指尖血可以立刻告诉你你血糖下来了，因为它表现出来是立刻马上就可以看到的东西。所以它在不同的时候它提供不同的价值的。实际上动态血糖仪跟家用指尖血的血糖仪它都有误差的，这2种东西都是属于医疗器械。医疗器械在整个行业里面它都有很严格的规范的，医疗器械是有国际标准的。家用血糖仪就是测指尖血的血糖仪的话呢，它是用 ISO 15197 2013年的标准。它的标准是如果你的血糖低过 5.6 的时候，它的误差是正负 0.83。
如果你的血糖高于 5.6， 它的误差范围是正负 15% 以内。你们听完了以后，你就会想说，你会想把你的血糖仪丢掉哈。正负 15% 是什么意思？正负 15% 的意思是，如果你的血糖真实血糖是 8.0 的话，它的误差范围是 6.8 到 9.2。我通常会停下来给你一点时间回神呢。我问各位，你在纠结 7.9 跟 8.1 还有意义吗？你在纠结 7.6 跟 8.2 还有意义吗？它的误差范围啊 8.0 的时候是 6.8 到 9.2 啊。很多人看到血糖有一点变化就会焦虑，那一点变化它是在误差范围里面的。这也是很多时候你去看医生的时候，他看到你血糖就是说好了，你可以回去了。看到你血糖有一点变化，然后你会说，可是它有变化啊，你怎么让我回去了？误差范围里面啊。所以这个是家用指尖血的误差范围。那动态血糖仪的误差跟指尖血的误差标准不一样。动态血糖仪目前行业内用的误差叫做平均绝对相对误差，它的英文简称 MARD。MARD 就是 Mean Absolute Relative Difference， 我们普通人还是听不懂。那 MARD 的值小于 10% 的，它这个标准呢就非常好，它的误差 10% 的意思是正负 10% 啊，那比指尖血的 15% 已经好多了哈。MARD 的误差值在 10% 到 15% 的是及格的，可是它的偏差就比较大了。那如果它的 MARD 值大于 15% 的话，准确度就很差了。所以你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些仪器本身其实误差值还是蛮大的。所以谁比较准谁比较不准是毫无意义的，引起的所有的焦虑都是浪费感情了，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它本身误差在哪里。那究竟在这样的前提下，你说那老师我去测血糖还有意义吗？还有价值吗？当然有意义，当然有价值，因为你看到你的血糖在高位掉下来了，它是在高位掉下来的。究竟几点掉到几点，那个数值本身是不是那么重要？不是。因为它有误差值，可是它从高位掉下来是个事实，然后你感觉到不舒服是个事实，还有你的血糖一直在高位不掉下来，那个是个事实。究竟那个点在哪里其实并不重要。我的意思就是不用去纠结细小的数据的差异，尤其是指尖血，为了一点点的变化焦虑完全是浪费你的感情了，而且这种焦虑给你带来的压力完全是浪费你的健康了。动态血糖仪的价值究竟在哪里呢？为什么我认为动态血糖仪是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发明啊？因为它有图形，因为它可以监测你一整天24个小时血糖的变化，你可以在手机上看到图形变化。一般来说它是每5分钟采样一次。通常我在看动态血糖仪的数据的时候，我会跟粉丝们或同学们说，我要看我就看你24小时的，如果你要经常给我看的话，你就给我看固定那个8点到8点的，5点到5点的，7点到7点的，你不要今天8点到8点，明天10点到10点。为什么？因为看图形啊，可以看到你一整天的变化，你的饮食也好，你的睡眠也好，你的压力也好。当然每一个人的图形并不是说看图形就可以说故事了，看了图形以后你要了解你自己啊，但是看图形可以看到你整个趋势变化，这个是动态血糖仪可以给我们提供最大的价值，而不是在这个动态血糖仪里面可以告诉你现在的血糖是多少，你今天血糖最高多少，你今天血糖最低是多少，它的价值不在这里。在图形上，这个图形可以帮助你判断你今天吃对了没有，你今天你胰岛素抵抗严不严重，你今天压力大不大，你身体究竟在做什么。从这个图形啊可以做出很多很多的分析跟判断，然后来调整你的饮食，调整你的生活节奏。你在图形上可以看到你有没有在进步，甚至于在一切的事情都还没有开始之前，如果有好的老师可以指导你的话，根据你现在的健康状态给你设定你的第一个阶段性的目标，我们要追求的图形大概是什么样的，连这个都可以设定的出来。然后你透过饮食的改变，也许透过运动，看你的代谢健康需要怎么调整，然后你就去看你的图形，你就知道你有没有离你的目标越来越近了。这是多大的价值啊！这个是我们要管理代谢健康的人过去永远不可想象的这个工具啊。现在有个工具放在你的面前，你随时把手机拿起来就能够看得到的。所以我认为动态血糖仪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价值，它给我们提供价值的方向跟指尖血的血糖仪其实完全不一样的。后面我会找机会拿一些具体的图形出来跟大家交流不同的图形大概代表了什么不同的含义，不同的代谢背景在不同的图形里面显示出来的含义究竟是什么，我们将来再聊。